Hello， 大家好，这里是 BPW Study。不知道大家平常有没有思考过一件事情，就是在用 iPhone 拍照的时候，究竟能不能像使用相机一样专业呢？对，那告诉大家答案是可以的。你只需要按下3倍镜，不止你的照片的质感会提升，你还可以避免去拍到自己的阴影，还有四周的杂物。所以今天这部影片就会带大家来详细解析3倍镜要如何使用。那我们会使用3个拍摄视角来告诉大家1倍镜跟3倍镜之间的差别。那保证你看完这部影片之后，你的整个拍照技术就会提升一个档次。那一样在影片开始之前，请先记得按下订阅钮，并记得开启小铃铛，才不会错过跟 BPW 相关的最新资讯哦。第一个拍摄角度，也就是我觉得3倍镜最万用的地方，就是由上往下拍摄。相信大家应该会去餐厅啊，或是去拍摄一些展示品，那我们都会想要由上往下的去拍摄我们的餐点。但这时候会发生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在拍餐点的时候，我们手跟手机的影子常常就会盖到我们的餐点，那拍起来画面真的是不太好看。对，那告诉大家不需要买补光灯，其实你只要开3倍镜就可以来解决这件事情。对，因为3倍镜和1倍镜它的成像拍摄起来虽然是类似的，对，但是它在阴影的呈现却是大不同的。那我们就拿几个范例来举例一下吧。对，那大家可以先看到这张圣代的照片，左边就是我们使用1倍镜拍摄，然后右边是使用3倍镜。那大家很明显可以看到1倍镜的左下角那边就是有一个我2只手跟手机的一个影子，就直接卡在那边。对，那为什么使用3倍镜它就不会出现影子呢？那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使用1倍镜拍摄的时候，我们手机跟桌面的距离是很近的嘛，所以影子相对被放起来就会变得更大，然后也更靠近桌子。对，但是当我们开启3倍镜的时候，你的手会往上拉1.7倍的距离，那你往上拉之后，其实你的影子它就会散开，而且你的手的影子也可以比较好去避开你的餐盘，然后去做调整。大家也可以看到其他几个范例，比如说像第2组图，我们就是拍摄这个奶昔的照片，我们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3倍镜拍摄之后，它只会剩下杯子自己本身的影子。那第3组照片是大卤汤的照片，这边唯一的差别就是大家可以看到3倍镜的画面，其实在右下角的地方还是有一点点我的影子。这边想跟大家说的就是说3倍镜它拍起来还是会有影子，只是你可以自己去调整你手的位置，比如说你就把你的手往下挪一点，对，那它还是可以用3倍镜成像，但是影子它就可以移得比较远，它就不会直接盖在你的食物正上方，而且这样拍起来画面真的是好看很多。大家可以看到说这个大卤汤它的光泽就可以直接被上面的电灯往下照，然后不会像1倍镜一样就是被手盖住那个光泽，整体拍摄起来画面其实是更加专业而且有质感的。第2个范例的话，我们就是由上往下拍摄我们的3C 或是有萤幕的装置，因为大家知道嘛，我有读书账，其实我有很多都是直接这样子拍 iPad 的画面，对。但是大家如果平常在拍这种3C 产品的时候，会遇到一个状况，它会有很多电灯啊，或是影子卡在上面，因为我们天花板通常都会有电灯嘛，那萤幕又是一个反光的东西，那我们要如何去避免这种反光呢？那跟刚刚一样的方法，你只要开启3倍镜，大家就可以看到右边这张3倍镜的图，我们就是完全避开这些光线啊，还有我们自己的影子。对，那影子的部分我就不解释，跟刚刚一样。那在电灯的部分也是，因为我们的手拉得更高嘛，所以相对来说，从镜头看下去的距离，电灯跟电灯之间的距离它就变得更远了，所以我们去拍到重复电灯的几率就会降低。像我家天花板就是6个圆形的灯泡嘛，当你把镜头往上拉的时候，其实灯泡跟灯泡之间的距离就变远了， iPad 就很容易去容纳在这2个灯泡之间，所以你看我们这样拍起来的话，我们就不会拍到任何的电灯。所以这2个范例就是告诉大家要如何由上往下拍的一些小技巧。对，那因为这边只是示范画面，所以没有到特别的漂亮，在这边就给大家看一些我之前使用过由上往下拍摄，然后同时觉得很满意的一些照片。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我吃的冻饭啊，然后一些沙拉、甜点、火锅，然后我最喜欢这张照片就是我拍摄这个咖啡杯由上往下拍摄，那它因为没有任何影子去挡到它，所以我觉得它的色调整个呈现真的是非常的均衡，很适合去当成 Notion 的那种封面照片。那这些食物的照片我们就看到这边，因为再看下去的话，我觉得会越看越饿。第2个拍摄角度的话是使用45度的角度拍摄，那这个也是我自己平常最常使用的角度。对，但是告诉大家，这个不是一个制式的角度，就是你一定要45度的斜角下去拍摄，你当然也可以用30度啊、60度，就是依照你的物体的位置，然后来定你这个拍摄的角度。那使用3倍镜搭配45度角的来拍摄的话，它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去避免拍到四周的杂物。对，那首先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张果干茶的照片。那左边它就是使用1倍镜来拍摄，那大家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说，后面其实就有很多一些充电线啊，或是一些墙壁上面的东西都全部卡在上面。那原因是因为说1倍镜它就是像你眼睛所看到的视野，它会把所有东西都呈现出来。
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3倍镜的画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后面它整个景物就是整个被拉过来了，所以我们可以发现说，这张桌子看起来好像变得比较没有那么狭长，然后后面的景物它也会放大之后被景深的更深，那你就不会觉得它有这么杂乱的感觉。那再来的话，我们又把范例回到刚刚那碗大卤汤。那我们现在也是使用斜角45度来拍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1倍镜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后面有一个儿童用的餐桌啊，然后还有一些瓷砖等等的东西都被拍摄进去。对，但是我们使用3倍镜拍摄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只拍到桌子的这个范围，对，但是碗的大小其实并没有差到太多，就是跟刚刚1倍镜的大小几乎是一样的。对，所以其实我们就可以看到说，我们这样拍摄起来，整个画面它会变得更加的干净。那斜角45度拍摄，除了避免到后面的杂物之外，它可以去透过制造压缩感，让你的东西看起来更有质感。对，那我们首先看到左边这张果昔的照片，杯子的那个圆形它是比较明显的。3倍镜的话，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它的圆形被压扁了。像是我们这个圣代也是一样，1倍镜跟3倍镜，我们可以很明显的发现说，圆形它就被压缩的比较像椭圆形。这样造成的差异就是你物体实际拍起来会比原本看起来的更加宽大，所以你看起来会变得更加有质感。然后像是刚刚这个杯子的形状，大家就会发现说，用3倍镜拍摄起来，这个杯子比较不会有失真的感觉，它不会有这种这么上宽下窄的感觉，它就是一个很直线、很平面的感觉。所以那在这边也给大家看一些我用斜角45度所拍摄的画面，比如说这张是在9份拍的芋圆地瓜圆，然后一样我们用拍摄果干茶，但这次是使用别的角度来拍摄。然后还有我去林口 Outlet 吃的一个蛮好吃的餐点，对，然后这边因为没有业配，所以我就不特别讲出这间餐厅叫什么名字。那接下来第3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拍摄角度，就是水平的拍摄。那我觉得水平拍摄这个，如果你真的想要成为专业摄影的话，我觉得你一定要把它学起来。它真的可以把3倍镜的压缩的效果发挥到极致。你不管是想要去凸显前景啊、后景，或是你要去拍摄那种很狭长的柱子或是吊桥，那其实用水平拍摄搭配3倍镜都是非常适合的。首先第一个范例的话，我们先来看一下要如何去凸显前景。那这边的话，我举了2个范例给大家。那第一个范例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张金色水岸的照片。那左边这张就是使用1倍镜来拍摄，然后右边是使用3倍镜来拍摄。看到第一个最大的差别，当然就是后面的山景啊。观音山的山景在1倍镜它是可以整个被容纳进去，对，但是在3倍镜的话，它就会被放得比较大，因为它被压缩了。但是这边想带大家看最大的差别，其实是在金色水岸这4个字的招牌上面。大家可以仔细看说，你看我们金色水岸在1倍镜右边的地方，它其实会有一些杂物出现，而且它金色水岸左下角的那个孔洞当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它好像是用一个斜角拍摄下去，所以它会有一个阴影的感觉，它拍起来就没有这么的平面。但是我们把画面看到3倍镜之后，我们就可以发现说，这个金色水岸它的画面变得非常的平整，而且它在右边的地方也不会像左边的1倍镜，它会有一些栏杆啊或是杂物的出现。那这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的距离够远，然后它被压缩的够多，所以你就不会去拍到一些角度啊或是不同的杂物。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3倍镜的一个很大的优势。那第二个范例的话，我们来看一下，如果我们平常要拍摄展示品，比如说像是我拍摄这2台 iPhone。那我们很明显可以看到1倍镜拍摄起来后面就是有我很多的盒子啊，很多杂物，对。但是使用3倍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发现说，因为它被压缩之后，盒子就会变大嘛，拍摄起来杂物就不会这么多，对。但是这边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这2台 iPhone 它之间的差距。我们使用1倍镜拍摄的时候，我们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2台 iPhone 它前后的距离很大，而且它整个 iPhone 斜的角度感觉不太一样，看起来就不太对称。对，但是当我们开启3倍镜之后，大家可以发现说，它整个画面会变得更加的平行，因为3倍镜它把画面压缩之后，你的斜角就不会变得那么大嘛，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2台 iPhone 这样子切起来，它反而是可以切在接近一个平行线上面。那以拍摄手法来看，这种角度差异不会这么大的感觉，你看起来就会变得更加专业嘛，不会感觉你东西好像没有摆好一样。那接下来第2个水平拍摄的范例的话，我们来看一些狭长的景物。第一个的话就是这个是我在旧金山的一个那种很斜的路上面拍的。那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用3倍镜拍摄起来的画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我们可以把这个路拍得非常的笔直，而且可以直接看到后面的风景。对，那使用1倍镜当然也是好看没有错，对。但是大家可以看到说，这条线它看起来相对来说就没有这么笔直，它有点是这样子弯下去之后，然后再慢慢聚集。对，但是3倍镜的话，它可以把那个直线拍得非常笔直，那你的画面其实看起来就很有对称感。那比如说像是我拍的捷运悠游卡机也是一样，它可以把每个悠游卡机之间的距离变得更近，变得更聚集，所以你就可以更轻松的去拍到整个远景的感觉。
然后或是像是我在54中时拍摄的这个柱子一样，它也可以去呈现这种柱子之间距离更近的感觉。那在第3个部分的话，我们除了凸显前景、狭长的景之外，其实我们3倍镜最重要的就是它可以凸显后景，也就是凸显远方的景物。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张捷运站的照片，3倍镜拍摄出来的建筑物就变得非常的明显，我们就可以很明显看到后面的主体，就不会只拍到一个天空的感觉。或是像我这张在淡水老街拍摄的画面，大家就可以更明显看到这个差距，因为我把树的大小都是抓在左半边，然后它大小是差不多的，但是大家可以看到右半边的景物，我们1倍镜跟3倍镜拍起来建筑物的大小就差得非常的多。所以如果你想要拍摄一些凸显后面景物的画面的话，非常建议可以使用3倍镜来拍摄。你就会有一种视觉的感觉，说，这个海岸线很宽大，然后后面建筑物很大的感觉，那你就可以把后面的细节呈现得更好。或是一些影片的成像也是一样，比如说大家可以看到这张从观音山然后拍到老街的这个画面，那大家就可以看到说，因为3倍镜它放得非常大，所以我们可以很明显的拍到远处我们淡水河河岸线的那整个感觉。或是我们走在平面的道路上拍摄，我们就可以拍摄到远处，那我们就很明显可以看到一个画面的压缩感在上面。所以这个就是关于水平拍摄的3个技巧。那这边当然来给大家看一些我的画面，比如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灯罩的照片，那它因为有3倍镜的感觉，所以后面的窗户它整个被拉大了。那比如说像第2张也是在54中时拍出去的照片，那我这边刻意去结合了庙宇它的那个洞口，然后拍摄出去景物。那因为景物被压缩拉近之后，其实这整个景物看起来就非常的美。因为如果用1倍镜拍摄的话，其实你没有办法拍到这么大的景物。那比如说后面第3张、第4张也是我在咖啡厅拍摄的照片。那我们使用3倍镜之后，我们就可以看让中间的东西更有主体性，然后避免掉后面的杂物，然后让整个墙壁的画面压缩进来，变得更漂亮。那最后的话就是这张在淡水渡船头拍的影片，我真的觉得用3倍镜拍影片起来就是有一种非常疗愈的感觉，你仿佛拿着望远镜一样，然后看着远方的景物，而且搭配上 iPhone 的防手震也是非常好，我自己拍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满意，也是我最喜欢的一个拍摄角度。那接下来要来告诉大家使用3倍镜要注意到的3件事情。3倍镜它虽然优点很多，对，但是它还是有一些画面的呈现需要注意。第一点的话，就是你在一些画面比较黑的环境之下，3倍镜它拍起来其实是会更黑的。大家其实可以看到我刚刚前面那些范例，1倍镜跟3倍镜它拍摄起来画面很明显就是1倍镜来的比较亮，对，因为3倍镜它镜头本身的关系，所以它进光量也会变得比较小。对，那除非你是要去开启 iPhone 它的长时间曝光，那才可以去弥补这个光线的差异。不然的话，就是你要在足够充足或是有补光的环境之下，那3倍镜它才可以去发挥它比较好的画质跟效果。第二个的话，就是前后景的距离要够远，你才可以去拍摄出3倍镜那种压缩的感觉。大家可以看到这个手上拿着冰淇淋这个画面，我们离后面的墙壁太近了嘛，所以其实你不管用1倍还是3倍，它拍起来画面根本就是长得一模一样嘛，因为你没有一个前后景的差距，所以你后面的墙壁它就不会被拉大或是被压缩。所以大家记得3倍镜在水平拍摄的时候，你尽量是要拉出一个够远的距离，这样子画面拍摄起来才会跟1倍镜有所差异。那再来第3个的话，就是毕竟它是3倍镜嘛，所以距离很远。大家可以看到这张照片，我光要拍一个这个杯子，我要把手拉得这么遥远，所以拍摄起来相对来说是没有这么方便的。尤其是你要由上往下拍一些食物或是餐点的时候，其实以我这个身高来说，我拍起来都要垫脚尖才可以拍到整张桌子。对，那相对一些可能身高比较娇小的人的话，那其实没有办法很好的去拍摄到整个桌子的画面，因为它的倍率实在是太高了，可能需要准备一些很高的脚架，你才可以去拍摄出3倍镜的这种画面。对，所以以这3点就是大家可能需要去小小注意到的一些地方。那其实注意到这3点之后，基本上用3倍镜拍摄就不会有一些太大的问题了。那大家把影片看到这边，有没有发现3倍镜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对，但是大家有没有想过，为什么3倍镜拍起来可以变得这么专业呢？那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因为3倍镜所拍摄出来的画面跟我们用肉眼看到的画面，它的差异是很大的。因为你用肉眼看根本不会有什么压缩的感觉嘛，你用肉眼看不会去看到很大的月亮、很大的飞机，对。但是你可以用3倍镜的拍摄或是高倍镜的拍摄去把它呈现出来，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在视觉上会觉得3倍镜看起来很厉害，原因就是因为它跟我们平常会看到的世界是完全截然不同的样子。大家未来在拍照的时候就不妨拿3倍镜出来试拍看看啦，真的是会突破你的视野。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那如果你对3倍镜有疑问，或是你想要看1倍镜、广角镜等等其他镜头的教学，那都欢迎在留言底下告诉我哦。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追踪一下我的风景账，我有使用 iPhone 去拍摄出一些还不错的照片，那就给大家参考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请记得按赞加分享，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哦。最后不要忘记开启小铃铛，以获得更详细的资讯。